就别问了，我们的主人要你死！呀！藏海，你竟然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！儿啊，红旗背上，铁三星，天了去，心条路荒野飞。涉水。
刚才那人是陆大人吧？好像是。他怎么会在藏海的马车上？走，啊，跟上。藏大人怎么不说话呀？你都不怕死人的吗？怕。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比起死人，我更怕的是香老板。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。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。想要以假乱真，还是得靠我枕楼的手段。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？你都不知道，为了拿这身衣服，我非……到了，都打点好了。放心吧，都打点好了。今夜后门无人当值。走。这事怎么办？通知公公，陆大人和藏海进了平津侯府。侯爷，哎呦，没事。什么？陆进进了平津侯府？是。你可看清楚了？我们盯梢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，车里还有一个人，我们俩都看清楚了，看着确实是陆大人。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门，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。陆进、庄奴影，给我盯紧了，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什么都好骗，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！哎，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场卫，没有收到我的暗号，千万不要出来啊！这儿就拜托你们了。啊，小海，我走了啊！好好招待香老板。看起来还是原来更俊一些。
笑什么？笑你苗而不秀，银样蜡枪头，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。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。手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陆晋和平津侯密会，总要把戏做足吧？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，子女宫饱满红润，我断你日后子孙满堂。我竟不知香老板还会看手相。你不信啊？我说的可准了。那还看出些什么？你看你的官运线，笔直无分叉。臧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，官运亨通。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。哦，那请问该怎么解呢？这样吧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从你的住处出来，往东走3里，再往北过3条街，从西边数第5间铺面，就是你的福地。是诊楼？那不然呢？今日若没有我，你早就遇到麻烦了。所以多来诊楼，保你平安。这外面可有动静？还没有收到信号，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。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，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，要去向曹敬贤汇报。你要赶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，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。臧大人，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。既然你不说，那我现在就出去，让他们看到我的脸。哎，夏老板，不要出去。那要看你的诚意了。如果此事暴露，我们会被常委带走，严刑拷打。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。你威胁我？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算常委发现了我们，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，绝不会牵连香老板。只不过，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。如果将来有一天，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，我会第一个告诉你。你就是不想说，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。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，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，你该怎么办？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？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？前几日在不打球赛上夺魁，本想好好庆祝一番，但思来想去，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父亲误会了，我只想与您说说话，喝喝酒。父亲真要赏，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。行，为父答应你。
今夜哪儿都不去。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静侯了，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，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。好啊，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，都是你部下的棋子。你利用我，还不肯对我说实话，我当然不能轻饶你。向老板，你不是棋子，您是我的朋友。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，恐怕我的姻缘、官运，甚至是命数，都要从此改写了。父亲，我们换一壶尝尝。好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侯爷，侯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妾身服侍您休息吧。今晚不必了，我要和知行好好说说话。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？越聊越晚，酒饮多了伤身。母亲，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。父亲方才答应我，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。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。你呀，是不了解你父亲，他呀，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，没人照看可不行。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？这么高兴？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知行已经这么大了，小时候的事，翻来覆去的说，也要说腻了吧？这身衣服，你很久没穿过了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是那年我大败东夏，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，对吗？边关苦寒，当时穿着这个，可是把我冻得不轻。侯爷在那里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。唉，行军打仗，这点风寒算什么？侯爷何不与我说说？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，倒是妾身的不是呢。夫人，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？侯爷愿意说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？妾身还想问问您，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？要我说这段，那酒可不能停。侯爷难得说一回，今夜就不醉不休。知行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。父亲与母亲先聊，我在门外候着。来，侯爷，妾身敬您一杯，快说给我听听。要说这一役啊，就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普鲁。这么多年，他是本侯见过最骁勇的猛将。难道还能比侯爷厉害？怎么可能？他要是比本侯还厉害，又怎么会在雁翎关这么大？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？
小姐，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2个人来，正在楼下喝着呢。啊？这，哎呀，来，师傅。这就是侯爷的风采，脱胎换骨啊！鸽子，庄之行，走，过来！别，哎，还跑！哎，快走！干什么呀？给我拉我上去啊！不好好练武，还敢带他们去喝酒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哎呀，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？哎呀，先别说了，臭死恶心死！快拉我上去！黄蜂，谁来？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就见死不救吗？庄之行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，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在乎，就回侯府，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。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，只是为母报仇一事，你永远都不要再提。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。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。这我怎么爬呀？爬就爬。我都答应你们回去好好练武了，把我拉上去怎么了？上不来，那就从那个洞里钻出去吧。他还真爬上来了。记住你说过的话。继续。
继续继续。你看准了。行了，先别打了，来，把药喝了。什么呀？这是补药，强身健体的好药。多想将你收藏，命运却捉弄，多荒唐。小无畏，叹无常，人心生死海，此生多风浪。被疯狂射苍茫，谁奋不顾身换遍体鳞伤？情难放，爱难藏，窗外雨霖铃，又一年秋凉。了却人间事，我转身苍茫。这庄之行可真行啊！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，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。燃香！比试开始。好，红队得宠。超二，你是东倒西歪的，是今日喝了酒吧？走，传给我！知道他是个废物，但没想到这么废物，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，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？走，走喽！香还没有燃尽，你们是已经打算放弃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最顽固，现在看来比我差的多了去了。至少我还没有放弃，我自己上。
行了就跟上，跟他们拼了！呀！你怎么缠着球啊？你会不会？你吼谁呢？你会打吗？都给我认真点儿，说谁也不能输庄志强。这招是我教他的，那是我对你们要打的好底子。时辰到，清队上！诸位，本次不打球赛，清队上！黑马旋转乾坤，率队绝处逢生，一举夺得胜利。从前种种，不过是蓄势待发。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，势如破竹，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。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，这知行好久不回家了，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，真让人吃惊。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？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。哎，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，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。不过也是。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。侯爷，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傅勤练武功，也不出去玩乐了。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，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。
庄家历代武将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只不过这小子，往日烂泥扶不上墙，如今却出人意料。小时候没白教他。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，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。侯爷若是顾不上，小人想多带些人去，祝贺二公子。赢了不打球，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。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，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。你是我幕僚，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。是侯爷。你们几个先去，我去见一下父亲。好。参见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儿子见过父亲。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，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？儿子已长大了，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，但儿子自知文采比不上大哥，只能增进武艺，将来好为父亲出力。没想到你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，不错。儿子只苦练了2个月，本不指望能打几场，尽兴便好，谁知一路过关斩将，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你说我儿子，侯府几代将才，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。儿子谨记。行了，去吧。侯爷，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！林大人过奖了。曹公公到。参见曹公公。曹公公神采奕奕，气色不错呀。侯爷真是好福气啊！大公子在朝中得力，二公子又崭露头角，只怕这侯府又要出一位将军了。知行不学无术，公公谬赞了。皇上近来如何？谢侯爷牵挂。皇上一切都好。哦，前儿还提起侯爷呢。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。是，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，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见。嗯。这是我新招的幕僚。藏海，还不快见过曹公公？小人藏海，见过曹公公。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喜才，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。回公公的话，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，小人可不敢居功。侯爷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？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？怕咱家抢了去吗？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。都尉司收尽天下能人，我这小小的幕僚，岂能与他们相比？
大家虽是第一次见你，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呢。公公辅佐天子，助理万机，见过的人百万之巨，这常人不过是五官七窍，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，是小人之幸啊。说得真好，天生一张巧嘴，咱家喜欢。平日里太过无聊，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。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，忍痛割爱呀？公公哪里的话，放眼御前进士，满朝文武，论说话的本事，谁能比得过公公您呢？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？啊？哼！公公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您了。嗯。皇上口谕：朕素来之道，不打球，受万民喜爱。此次盛举夺魁者，庄之行、穆占庆、蒋玉、孙永明、力挽狂澜，深得朕心。各赐飞雀锦袍一套。钦此。这个曹公公，性情喜怒不定，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，都尉司那个地方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明日去财库，挑几样像样的宝贝，差人送到他府上。是，侯爷。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，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。是。上海堪舆之才，此人眉目间总让咱家心神不宁。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，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，难道他留藏海另有大用？10年了，庄罗隐心犹不死啊！咱家这眼皮跳的呀！青山尽苦何时了？断送人多少？孤坟水雨扫黄台，林中迎风吹送，之前下官参见公公。公公好雅兴。之前你来找过咱家，求咱家替你做主，说说吧。这藏海何许人也啊？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，前几个月刚刚到京，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就直奔皇陵而来，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，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，还说什么显灵的瞎话。总之，帮着平津侯了了一桩心事，没想到他得寸进尺，竟然要求去侯府释放，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，日转千阶呀！不仅如此，他进侯府近1个月，
便兴风作浪，挑起事端。杨大人、瞿娇只是在平静侯面前质疑了他2句，竟然被他给害死。如此说来，此人杀心很重了。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，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！求公公保全。你送的那个观音，咱家喜欢。这件事，咱家替你做主了。多谢公公。下官再去寻更好的，倒是一并呈给公公赏玩。你有心了啊。鲁静，义父，你速去清泉镇探探，只要此人的身份有问题，庄陆营就是想用也用不了了。快去！是。陆燕，派人把这个藏海给我盯紧了，一旦陆进查明此人身世有异，即可击杀。是。这鲤鱼肉刺多，不容易吃啊。是啊，吃起来麻烦了些，不过其味道鲜美啊。海公若是想吃，我方可替海公剔刺，如何？哼哼，条件呢？我若扳倒了他，我要他手上的官盐转销之权。官盐不是你能染指的。说说你真正的条件吧。大理寺少卿的后面，我想加上同平张氏4字。这鱼肉不能着急吃，刺要是没剔干净就往下咽，容易被卡住。我若是为美党剔除李宗旭这根大刺，这肉我是不是就能吃了？若是不成，也定不会牵连美党。你这不是为了美党，是为了那些吃不上盐的百姓。我给你个忠告，李宗旭的身份非同寻常，你应该去找一把现成可用的刀。谁？
探子回报，叶平安已入了琅琊郡王府，他便是一把可用的刀。但是这把刀用毕后，还得处理干净。少城知道。来吧，尝尝我府中厨子的手艺。这鲤鱼啊，就是香。你来压压看，他下局是输还是赢？输。他运势当头，连赢这么多回，为什么让他输？这回呀，我压把小的。因为光头是你们的人，该让他输了。抢！行啊，你挺厉害呀，现在都能到琅琊郡王府上看病了，缺银子？谁会嫌银子多啊？光是看着白花花的银子，我心情就好。说实话吧，他是不是你们的下一个目标？你不是很会猜吗？自己猜呗。哼，我就直说了吧，他，我也盯上了。不如我们再合作一次。我已进入敌人老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？相信我不说，你也知道，但凡你要接近他李宗旭，暗处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再说了，你在野，我在朝，对付李宗旭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就是个商人吗？能有多厉害？我不信。我告诉你，他李宗旭出身于……你套话。我从来不会轻敌，要不是发现此人奸诈不好对付，也不会收到消息就跑到你这赌坊来。不过，与其说是合作，不如坦诚点，是互相利用。是不是发现有被人利用的价值是件好事？能被我利用，是不是觉得很庆幸？你方才赌赢了，走吧，去取你的赌资。这袋官盐便是你赢的赌资，成色比延庆坊的好，这值不少银子呢。那袋呢？这袋是毒盐。南市有个脚夫因买不起官盐，索性就去黑市购入了这种毒盐来使用，吃了一段日子就中毒死了。若不是官盐太贵，他又怎会被逼得去买毒盐呢？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个阿婆在茅房里刮消息，吃那种东西，人很容易生病。有人说，李宗旭是奸计天下的大善人，也有人说，他是为富不仁的盐商。你怎么看？或许，对于被他施粮救过的人来说，他是个善人；可对于我来说，他是个该死之人。我知道了，他与御史案有关。既然目标一致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你知道这圣都盐价为何逐年攀升吗？我查过，李宗旭囤盐不是一两日了，官盐转售由户部监管。我想度量跟李宗旭一定有所勾结。不仅如此，去年扬州突然决堤，洪水淹没了大片盐田，李宗旭趁着盐价高涨之时大赚了一笔。据我所查，这决堤的洪水绝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你是说，扬州决堤也与李宗旭有关？他李宗旭不施的粮的确救了一些人，
但这救济百姓的阳谋，本就出在杨身上。他李宗旭可比度量那好人要恶毒100倍。哎，好看。宋采莲呢？还我。小心点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少城又在见谁啊？叶心意。哦。少卿之前让你查新郡底细，他没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少城只是谨慎罢了，放心吧。我在想，少卿和叶心意之间是什么感情啊？你说是友情吧，的确有，但又不止。说不止吧，他们之间的相处呢，又跟我和采莲截然不同。所以你说他们之间到底算什么感情啊？你真想知道吗？哎，他们之间的情谊就像这样。一点大哥样都没有。你突然暗查李宗旭，是因为梅党想对付他，还是你背后另有人授意？他想要拿下邙沟河道旁的地，用来开布坊。另外，他还要逐走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的邙沟人。邙沟开布坊，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这也正是我想要查明的。另外，他操控圣都严价，大理寺本就有责任盘查他。这苦味变淡了，颜色也逐渐开始变白了。要我说，法子虽简陋，不过，若将这方法传出去，它应该能减缓百姓误食毒盐的伤身之患。如今这大风，大鬼当道，小鬼难缠。从官到商，从权臣到蓄力，这些蛀虫垄断官商，对百姓敲骨吸髓。这样一来，换心急的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人要医，但不能只医人。这顽疾可不好医治。当朝尚书仆射是他琅琊郡王的叔父，圣上册封的昭阳公主是他的堂姐。所以对付他，还得你我2个疯子来做。只是希望，若有一日你站在那高寒之位，眼里还能有着万民疾苦。若是不走到路的尽头，没有人知道这尽头会是什么样的。今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李宗旭的事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线索：我在琅琊郡王府看到刻有鹰头的竹筒，竹筒里的信件是说丹文写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偷出来？我不能打草惊蛇啊。他府上有最肮脏的秘密，也许我们能趁机将他所犯的罪行一并揭开。千万别再打仗了。是啊，好不容易才过上这太平日子。千里远道，一路辛苦，所需用度已为各位备好。今日请在此歇息，明日辰时入宫觐见。有劳了。纯阳王知晓公主今日入京，提早备了些薄礼献给公主，有双凤玉瓷碗、百花琉璃尊、玉竹酒龟莲等，请公主笑纳。纯阳王有心了。啊，听闻这纯阳王武良臣是个美男子，公主，公主，我
在朔丹从未见过如此美的石榴花。听闻大风有献石榴寄情的说法。好吉，武将军住哪儿？我想摘朵石榴花送给他。公主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不如焚香沐浴，早些休息，明晨上殿就能见到心上人了。也是，那我明天再送给他。胡将军肯屈尊约我来此共饮，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好啊，你不会忘记圣禧2年，你任汴州加怀仓仓司使，拒掉颜良以解金元之困的事吧？吴将军有所不知啊，当时关内大旱，本就要调拨颜良救灾，拒掉是因为颜良不足。这不只是我加怀仓难呐。既然难，你又何以在调令前半个月私调1000担盐，却未报户部？吴将军，你无权调阅各仓部书，私调部书是重罪。徐主事，自己来念吧。这可是武将军非要听的。好。圣禧2年腊月初3，着调盐350担，赐威王李显，以奖其平叛之功，不入户。腊月26，着调盐500担，交李宗旭转卖，所得银两入国库，不报户部。另有150担。吴将军，这后面的就不用念了吧？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皆是善意。我明白了，前朝时你们将这些烂账和公理绑在一起，这样一来，谁都查不了了。这不是你一个小小的主事便敢想便敢做的。吴将军可否体恤小官的难处啊？当时不是我不想调，是加怀仓无盐可调。若说征用军需，比我汴州有盐的大有人在。当时李宗旭的手中存了多少官盐？下官不知。武将军若想知道，不妨亲自去问。郎主已经在等叶信仪了，请。将军，我们还进吗？不去了，走。郎主，叶信仪到了。哦，郡王，叶信仪，自从你上次来过之后，我的确没有再见过那个妖物。我算过了，今夜是除掉此妖物的最佳时机。我需要在府上布阵。今夜，若错过了今夜，起码还要再等2个月。郡王也不想夜长梦多吧？好，那就按叶信仪说的办。李管家，待会儿我会在这里布阵，天亮之前不许任何人靠近这里，否则阵法便会失效。明白。
我这就去吩咐府中的下人。给你的信一直都没有回复，现在求我来，诚意有点迟了吧？你对圣都还是不够了解，这儿处处是眼线，自落入他人之手便是铁证，只有面对面交谈才是最稳妥的。那你是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将盐低于市价30%卖给我们喽？盐的事好说，就是驸马这个事，你大可开出条件。你是想让我们选李氏为驸马？恰恰相反，在圣上心里，我们李氏宗亲记挂前朝，犹如悬头之石。李氏成为驸马，若战事再起，你们能牵制于他吗？圣皇的心思，还得你们自己人来猜呀。我有一个好人选，武安康。若武安康成为驸马，你们不仅能带走一员大将，将来让他做人质，圣上还是要掂量掂量的。这件事你大可不必担心，我们的公主本就喜欢那位武将军。好啊，我与硕丹的朋友甚为投契啊。既然我们是朋友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圣都危机四伏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危机？我们是奔着和亲来，难道还有人敢在我们头上动土不成？现如今有很多官员都是凭着当年的战功得到的官职，那可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足兄弟死在战场上，心存私怨呢，未必想化干戈为玉帛。你还是多留个心吧。郎主，找几个死士扮成芒沟人，再找个准头好的弓箭手，在宴请使臣的夜宴上择机送。可要是使臣真有个好歹，那郎主和他们的生意也……只要这一箭能射出去，就能给芒沟人扣上一个刺杀使臣的大罪。能扯上芒沟，那必定是袁绍成指使的。可袁绍成……郎主，并无异常。走，去看一下叶新一。郎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今夜一直盯着叶心一直在做法，没有离开过。好好看守。是。
我从鸿胪客馆打探到，硕丹使臣郝吉今夜要去琅琊郡王府。找几个死士扮成芒沟人，再找个准头好的弓箭手，在宴请使臣的夜宴上择机。硕丹使臣阿普纳郝吉向圣皇献至宝无尘珠，另备良马2000，牛羊5000，望迎大封驸马共结姻亲，修100年和平，再无战事。硕丹既有意结秦晋之好，我朝亦以盛礼相待。局着鸿胪寺有司3日后筹办迎使夜宴，结千秋之和。陛下，琅琊郡王李宗旭自请筹措此宴。他既为宗亲，其子钱兆亦在驸马人选之列，能有此心，也不失为好事。琅琊郡王欲为夜宴亲力亲为，必不会让朕失望。准奏。谢陛下。再奏圣皇，请允准武安康将军为驸马，前往硕丹和亲。武安康乃大封将军，常年镇守边陲，怎么可以做驸马呢？大封既然真心与硕丹修好，边陲又何须再留旧将镇守？使臣说笑了，将领镇守边陲乃兵策，无关姻亲。请问，如果结亲之后，硕丹驻守边境的将军能将人马退到莽山以北吗？不能吧。早闻大封人才济济，即便是兵策，难道没了一位将军，大封便无人可用了吗？使臣此言差矣。大封能文善武者多如林木，然嘉悦公主还未得见他们，使臣便钦点驸马。难道硕丹是要效仿不遵礼制的蛮夷吗？圣皇，其实这是我的心愿，我求了阿塔许久，他才准我跟来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嘉悦公主真乃性情中人，不知你是何时与武将军相识的？14岁那年，我瞒着阿塔在草原上驯马，摔进了坑洞，怕得要命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大封的将军。我看到武将军在马上威风凛凛，就连天山之巅的雪，也没有他耀眼。圣皇，我不想要别人，就想要他。既有如此缘分，嘉悦又重情义，朕岂能不成人之美？可礼制不可废。大封宗室好男儿众多，我记得纯阳王武良臣德才兼备，形貌俊美，嘉悦不妨一见。夜宴上就让各宗亲拟选驸马一并出席吧。康平王，你说呢？琅琊郡王尚且能替国为上，犬子理当如是。愿为陛下及大封尽绵薄之力。
哎，少成，那个在圣都当官的硕丹人叫散骑常侍什么来着？散骑常侍史比纳。啊，对，按你说的，我因史比纳的赌疯输了一大笔钱，再替他还上，这给他感动的，跟我称兄道弟的。趁机我让他引荐你跟郝吉见面，他已经办成了。不过，这个郝吉我查了一下，他也上过战场。你跟他打交道，放心吧，他只是想要低价买盐，我就是要用他想要的，与他一起对付李宗旭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你从战场回来，从来不跟硕丹人打交道，我担心的是……好了，这事已过去多年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哎。你就是散骑常侍史比纳向我引荐的大风勇士。我看他在圣都待了几年，这眼睛都变瞎了。何出此言？你上过战场？好眼力。战场我也上过，上过战场杀过人的，身上的味道不一样。你手上沾过硕丹人的血，还靠这个做了官，对吗？中原有句话，叫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”。在下已经将昨日的所有，全部都留在了战场上。今日我来，就是想交个朋友，聊笔生意。我不会和你做生意，我有我此行的使命，不想在你们的地方惹下任何事。我知道你，我话就直说了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人，离开这间屋子，离开！快跟上！上场！我本想着去接近一下郝吉，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李宗旭的入口，可是此人戒备心很重，他对我有恨，我看到他也会想起战场上的厮杀，我很难忍住不对他动手。来，我帮你平复一下。没事，我歇会儿就好了。没那么简单。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自从战场上回来，你就患上了心疾？相信我，我能缓解你的痛苦。
你在琅琊郡王府都打探到了什么？2件事。让我来猜猜。李氏想让安康去做驸马，这样一来，武氏就少了一员大将，对吗？安康叫的倒是亲热，可那日在万国萧，他对你的态度并不友好。5年前，金元之战，我们曾一同作战杀敌，太久没见，他以为我变了而已。另一件事呢？李宗旭想在夜夜上刺杀使臣，嫁祸给你。好啊，利用破坏2族和睦的罪名，将我除掉，这样既能拿走芒沟的地契，又能再造武士。哎呀，你的麻烦那么大，我还愿意跟你合作，你真该感到庆幸。李兄，你这爱犬皮毛纯正又油亮，怕是名贵的很啊。这每日光是吃食，就得给它备上12盘菜，日日不重样，那可不是白吃的。像是他最爱吃的那个萧灵志，我都让下人变着法儿的给他做。那萧灵志可得取雀舌，和羊羔的新鲜肉一同烹制。李兄，不愧是家世显赫呀！是呀，李兄，你这爱犬在五方训练已久，况且啊，我朝大宴一向重寿宴，这象戏马戏皆是一绝。若是李兄能在此次夜宴之上展示这犬戏的话，定能大放异彩呀！是啊。哎呀，但我这狗啊，连平日都令我头疼得很，让它安静它就叫唤，让它往西它就往东，更别谈配合什么犬戏了。哎，这林子里怎么有狗啊？走，上去看看。走。走。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自然是驯兽之人。驯兽之人，我看你即便有些驯兽的本领，怕是也抵不过五方的那些驯兽师吧？就是啊。你竟然敢！你们说的那五方，不过就是训些鹰犬走狗，而我，从小住在山林里，跟野兽同吃同住，就连蛇见了我，都会乖乖听话。这训些鹰犬走狗，这听着怎么像骂人呢？二位，不如就先回吧。啊，咱们下次再聚。啊，李兄告辞。哎，告辞去吧。你可知我是谁啊？我哪知道你是谁啊？讲话别半句半句往外蹦。我父亲乃是琅琊郡王，圣都的第一富商，你可别把我看成什么寻常的纨绔子弟啊！我跟他们才不一样。你们有钱人说话都这么绕吗？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呀？啊，嗨，行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呢，一直想着尽早帮着家父打理生意，可又不知该如何讨他老人家的欢心，正为此事伤脑筋呢。讨人欢心不容易吗？投其所好呀，送些什么名器、墨宝之类的，送画，有市无价的名画。收到的人脸上有面儿，自然就高兴了。哎，你算是说到正题上了。这马上就要迎使夜宴了，这你知道吧？我当然知道。我看你有一些驯兽的本事，我决定了，给你一个发财的好机会。我呢，也是你选的驸马之一，你得助我用兽眼给使臣献上一幅名家所画的《千秋盛世图》。嘿嘿。
哼，你就这么上赶着当这个驸马呀？哎，其实驸马那个位置，我自然是瞧不上的啊。我只是想让我父亲能在众人面前挣足了面子，如此一来，必能得到他的认可。若是如此，鹰戏犬戏就太俗套了，何不给他更大的惊喜，来一出凤凰献瑞？凤凰献瑞，哪里来的凤凰们？白藓你听说过吗？白藓通体雪白，尾长似凤凰。到时候你把画放在锦盒里，我让白藓衔盒而上，向使臣进献降物。白藓，甚好啊，真好。只不过，即便是我现在去给你找白藓来，怕是也来不及训他吧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从小就养了一只白藓。既然是惊喜，那就不能让旁人提前知晓。寿宴一事切记保密，连你父亲都不要说。我明白。哎，那个今日所见之事，敢透露出去一个字，我割了你们舌头。是。走吧，带你去我养白藓的地方，让你见识见识。行。弄到白藓，花了你不少心思吧？我再花心思，也训不了他，不是吗？